你现在的手机上面是不是挤满了各种奇奇怪怪的云盘 APP 啊？今天把它们全部卸载。我要教你做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做完了之后，你以后只需要记住一个网页的链接，在这一个页面就等于你所有的网盘了哈。没有广告，秒加载，不需要下载任何的客户端，你发给任何人的任何文件，点开就能直接看直接下，别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你的这些文件到底藏在哪个网盘里面哈。更厉害的是，你还可以给特定的文件夹加密码，瞬间就可以搞出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加密资源站，而且我们全部用白嫖的服务器，配合大流量 CDN， 不花你1分钱。准备好了哈，接下来的时间我就手把手带你零成本来搭建这个 OpenList。 你可能会问，搞这种东西是不是要买服务器啊？是不是还会敲代码啊？你连重装系统都不会，还让你搞这个东西？不要慌，你只要能够听懂我说话，一点问题都是没有的哈。我们首先需要一块地皮来新建我们的云盘。今天呢，我们就选择这个爪云，或者任何能够提供免费额度的云平台都是可以的哈。白嫖。为什么选这种平台呢？因为你用 GitHub 的账号直接登录授个权，它每个月直接给你5美元的免费额度哈。你可能会问，5美元听起来非常的少啊，够不够啊？非常的够啊。我们这个 OpenList 呢，它的配置只需要 0.2 个 CPU 和640兆的内存就够了。它每天的费用呢，大概是 0.07 美元，也就是7分钱。你算一下嘛，每个月满打满算2块多，5美元的额度你根本就用不完哈，毫无压力。好，登录进去了。选一个离你比较近的区域，比如日本新加坡随便你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怎么弄呢？就去应用商店找嘛不要去找不要去找，这里有非常大的坑。它的应用商店里面，你确实可以找到一个叫做 OpenList 的这个模板这个默认的模板，但是千万不要点进去。为什么？因为这个模板它配置是错的，你点进去它就会无限的报错，要把你自己搞崩溃哈。我们要怎么弄呢？我们要自己建。我们找到我的应用，点进去哈，它的右上角有一个按钮叫做调试模式，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点它，点开之后屏幕的左边它就会出现一个代码的输入框框。你是不是以为又要写代码了呀？写什么代码呀？粘贴复制就完事了哈，就可以了，完全没有问题。把我在评论区给你准备好的那段代码 Ctrl 加 A 全选 Ctrl 加 C 复制，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要漏哈，然后到这个框框里面来 Ctrl 加 V 给它粘贴进去，就是这么简单。贴进去之后呢，它的右边会让你设置一个 admin 管理员的密码哈，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密码它是干什么的呢？这个是以后你登录这个网盘的唯一钥匙，随便你设置复杂点简单点都是可以的哈，只要你自己不要忘了就可以了。设好密码之后，点击上面那个测试的按钮，只要屏幕的中间它弹出一个绿色的框框前面有个勾勾，那就说明完美了，直接点击部署。好，然后它再弹出一个绿色的框框哈，那么恭喜你，你的网盘已经建好了。现在把调试模式给它关掉，我们回到应用列表里面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新鲜出炉的带着绿色运行小圆点的应用了哈，还有一个公网的地址，把它也给复制下来，放到浏览器里面打开，出现什么了？出现了 OpenList 极其干净的登录页面哈，输入用户名 admin， 密码就是你刚才设置的密码，点击登录。进去了哈，就这么几分钟，你已经在互联网的无人区拥有了一个没有任何网盘绑定的控制台。好，你现在有了控制台，但是它还是空的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全世界的免费网盘全部都给它整进去哈。你是不是经常遇到这种事情嘛？就是说找个文件要去这个网盘里面翻一遍，然后再去那个网盘翻一遍，最后发现存在了几个月都没有登录的 OneDrive 里面哈。现在我们就要把它们全部给整合在一起。在 OpenList 的后台点击左边的存储，然后点击添加，在驱动下拉列表里面，你会看到市面上几乎所有的网盘它都在这里排着队等你了哈。我们现在挂着 GitHub 嘛，程序员的羊毛呢不薅白不薅，你听过 GitHub 没有没有听过也没有关系哈，你只要知道这是微软花大价钱养的一个网站，本来是给程序员存代码的，但是它的容量呢是无限的，而且完全免费。无限容量免费，那我们就把它当网盘来用。要怎么做呢？打开 GitHub 的官网，注册一个账号，登录进去点击左上角的新建仓库，名字你就随便取一个，但是请注意了接下来的这一步呢是生与死的区别了在可见性这里必须绝对一定要选择私有的为什么？如果你选了公开，你传的私人照片、家庭录像，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所以一定要选择私有的。选好私有之后，往下面看，它有一个添加 readme 文件的选项哈。这个开关呢，我们要必须给它打开，把这个开关打开。为什么要打开呢？因为如果你不给这个空仓库放一点底料啊，放点东西，那么 OpenList 它可能会认为这个是不存在的，挂载它有可能会失败哈。那么建好之后，我们怎么让 OpenList 能够访问这个私有的仓库呢？我们现在就需要一把钥匙了哈。点击右上角你的头像，找到设置这个按钮，一路给它拉到最下面，找到开发者设置，点进去，它左边有一个访问令牌，选择经典的全部给它选择经典的。然后我们点击生成令牌，把这个钥匙呢随便取个名字。重点来了哈，过期时间你怎么选？你就选永不过期就可以了，这样你就不用几个月再来换一次密码换一次钥匙了哈。下面的权限复选框那么多，怎么勾呢？你只需要找到仓库这一项打上勾，这个就代表你允许这把钥匙操作你的私有仓库其他的通通就不要管了。我们直接拉到最下面，然后点击生成。这个时候屏幕上面它就会出现一串 GHP 开头的这串字符这么长一串字符。现在什么都不要做了，立刻把它给复制下来，粘贴到你的记事本里面去，把它保存好。为什么这么严肃呢？因为这一串密码它只显示一次，你只要刷新页面，它就永远的消失了你要重新来搞。现在拿着这把钥匙回到我们 OpenList 的后台，点击存储，驱动选择 GitHub API， 挂在路径写什么？这就是你想让它这里网盘首页显示叫什么名字，比如就填个我的代码盘，名字尽量短一点把那串长长的钥匙给它粘贴到令牌的框框里面。所有者就填你 GitHub 的用户名，仓库的名称就填你刚才新建的那个仓库名，分支名呢就写那个主分支MAIN 这几个字母，拉到最下面，然后点击保存，状态它就变成工作中了去首页里面看一下，多了一个叫做我的 GitHub 盘的文件夹。但是在这里我要郑重的警告你GitHub 虽然容量无限，但它是用来存小文件的你不要头脑发热，传过几个 G 的苍老师或者复仇者联盟上去为什么？因为你只要上传太大的单文件，可能就会触发微软的警报机制判断你是在滥用资源，直接封号咯，没有商量的这个盘拿来做什么呢？可以拿来存你的电子书、几兆的文档、工作笔记，这些小体积数量多的东西存个几万个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些几十个 G 的大电影呢，那些大文件我们有其他地方可以放。我们接着往下面看，你可能会问了我有谷歌盘，但是每次访问呢太麻烦了，可不可以挂进去可以的，不仅能挂，而且挂进去之后你以后访问这些文件还非常的简单。这个就是 OpenList 的厉害之处了它帮你拿文件，然后再传给你。但是谷歌它有安全机制，我们需要去弄一个叫做 API 凭证的东西。什么叫做 API 凭证呢？简单来说谷歌它不认识你的 OpenList， 来路不明所以你需要去后台给你的 OpenList 办一张通行证。打开谷歌云盘 API 功能管理页面，点击启用 API， 然后点击凭证，选择创建 OAuth 客户端 ID， 这个时候它会跳出来拦住你必须先配置权限请求，不要怕，直接点击配置。应用名称随便都填，支持邮箱就填你自己的谷歌邮箱受众群体选择外部，联系信息呢填写同样的邮箱。一路下一步把那个我同意给它勾上，然后保存。回来继续创建 OAuth 客户端 ID， 应用类型呢就选择 Web 应用、网页应用然后取一个名字重点来了，在重定向 URI 这里，你需要把 OpenList 的官方提供的一段专门用来验证的网址填进去，然后点击创建。屏幕上它就会跳出两个东西，客户端 ID 和客户端密钥。老规矩，立刻复制保存到记事本里面去。不要急，还没有完，在左边菜单找到目标对象，往下面拉，找到测试用户这个东西，把你自己的谷歌邮箱添加进去，然后再点击上面的发布应用，它就会弹窗警告你了不要管它，直接确认发布。为什么搞这么麻烦呢？因为谷歌的防御机制你必须要告诉他，我是我自己的测试员，我允许我自己访问我自己的盘。好，现在去哪里拿最终的授权呢？打开 OpenList 的官方提供的一个获取 token 的网页这个页面，在下拉框里面你就选择谷歌 Drive， 注意把你刚才保存的那个客户端 ID 和密钥给它填进去，千万就不要用它默认的了用默认的很容易被限制流量。填好之后点击获取 token， 然后跳转到谷歌授权的页面，选你的账号。这个时候谷歌它就会吓你说这个应用呢没有经过验证，不安全。
这个时候不用理它，直接点击高级，再点击最下面那个极小极隐蔽的字，转到不安全，一路允许到底。最后系统它就会吐出2个东西，访问令牌和刷新令牌，全部保存。拿着这些战利品就可以回到 OpenList 的这边来了。添加存储，选择谷歌 Drive， 路径就填我的谷歌盘啊，随便你这个名字是可以自定义的。这里有个非常有用的操作哈，如果你不想把整个谷歌盘都挂载进来，只想挂某一个文件夹怎么办呢？你去网页版谷歌盘新建一个文件夹，点进去看浏览器顶部的网址，看后面它有一大串乱码字符，这个就是文件夹的 ID， 把它复制下来填到 OpenList 的根文件夹 ID 里面，这样就可以精准的给你了哈。把刚才的刷新令牌填进去，把那个使用在线 API 的开关给它关掉，把你自己的客户端 ID 还有密钥给它填进去，然后点击保存，搞定了哈。你的海外网盘已经完美的对接，以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满速访问。经过了刚才谷歌的毒打，你是不是觉得心里焦醉啊？不要怕哈，微软的 OneDrive 挂载简单到让你想哭。去 OpenList 获取 token 的页面就选择 OneDrive， 你是个人账号就选个人，是企业号就选企业。这次不要用你的密钥了哈，直接把使用 OpenList 提供的参数那个勾打上，点击获取 token， 登录你的微软账号，点击接受授权，就这么简单，直接吐出一个刷新令牌，复制它，回到 OpenList 添加驱动，选择 OneDrive， 名字给它取好哈，比如我的微软盘。注意看，这里要把使用在线 API 的开关打开，把刷新令牌给它粘贴进来，点击保存，结束了哈。就这么几十秒，你的微软云盘就已经彻底被收编了。你说我讲了半天都是国外盘哈，那你存了几千个 G 的电力在阿里云盘怎么办呢？好，现在我就教你怎么对付国内的这些网盘巨头哈。去获取 token 的页面，选择阿里云盘，你可以选择手机扫码，也可以选择跳转登录，随你的便。授权完成之后，你同样会得到一个刷新令牌，复制下来，回到 OpenList 添加驱动，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哈，下拉列表里面它有2个阿里云盘的选项，一定要选择第2个，不要选第1个哈，第1个已经过时了，经常的抽风。路径你就取个名字嘛，我的阿里盘，把刷新令牌给它贴进去。这个时候上面它有一个云盘类型的选项哈，有3个，默认支援备份盘，这里我强烈建议你选择资源库。因为平时我们转成别人分享的大电影大文件，基本上都是默认存在资源库里面的哈。同样的操作，如果你不想把整个阿里盘暴露出来，只想挂在一个专门电影的文件夹或者其他文件夹哈，你可以去阿里云盘的网页版新建或者找到那个文件夹，点进去看网址，它后面有一个斜杠哈，最后面那个斜杠后面的一串字母还有数字，这个就是它的身份证 ID 了，把它复制下来，然后填到根文件夹 ID 里面。下面的使用在线 API 的开关给它打开，然后点击保存，成功了哈，你的国内大容量战神已经就位了。现在我们再来挂载 Cloudflare 的 R2 存储筒，这个东西呢是给真正的高手准备的哈。如果你想做个小的网站，或者说需要存大量的图片作为图床，那么你就千万不要花钱去买什么 OSS 了哈，我们就用这个 Cloudflare 的 R2， 它每个月10个 G 的额度啊，流量全部都是免费的。去 Cloudflare 的官网注册一个账号，找到左边的 R2 对象存储筒哈，创建一个存储筒，然后给这个筒呢取一个名字，位置呢你就选自动的，然后点击创建，记住这个筒的名字哈，我们等一下还要把它给用到。然后我们就需要去拿 API 钥匙了，点击右边的 API tokens 啊，选择创建账户 API 令牌，不是用户 API， 是账户 API。名字你可以随便的取，权限必须选择独和写，时间呢就选永远不过期。创建好了之后，它就会给你3个东西，访问密钥 ID、机密访问密钥，还有一个连接端点。老规矩，立刻把它保存复制下来哈，复制保存下来，因为它也只显示一次。回到 OpenList 驱动，选择对象存储，路径呢你就写过我的 R 盘嘛啊，这个名字可以自定义。存储筒呢就是你刚才给那个筒的取的名字哈。然后端点就是你保存的那个链接，地区直接手动输入 AUTO 这4个字母就可以了，然后把那2个密钥 ID 和密钥给它粘贴进去，点击保存，完美对接，这个云对象存储就被你弄进这个网页里面了。好，你现在可能在想，费了这么大的劲把它们挂在一起，除了在一个页面里面看着好看，那到底还有什么用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哈，这个东西它会彻底改变你对文件管理的认知。
你现在去 OpenList 的首页点开，你眼前是什么？是你的阿里盘、谷歌盘、微软盘、代码盘，全部像你电脑里的 C 盘、D 盘、E 盘一样哈，整整齐齐的排列在一起。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测试嘛，你点进你的微软盘里面去，它里面有个 PDF 文件哈，可以看到，然后右键点击它，选择复制，直接给它选择复制到谷歌盘里面去，然后点击确定。你退出来啊，点进你的谷歌盘，然后再点一下右下角的刷新，文件过来了哈。微软服务器里的东西瞬间就被转移到了谷歌的服务器里面，你不需要把文件先下载到你的电脑，然后再上传到谷歌网盘，一切都在云端瞬间就完成了哈。你以前为了把一个网盘里的东西搬到另一个网盘，是不是就要开很多网页和应用呢？现在只需要动一下手指哈，秒级转移，这个就叫做跨网盘操作。你以前想把云盘里的视频资料分享给朋友或者客户，你发个链接给他，他点开一看，提取码是多少啊？然后你就把提取码也发给他，他输入进去之后啊，那个屏幕上面立刻就弹出了一个大大的二维码，让他下载云盘 APP， 然后再可以观看。他心里估计在骂你哈。现在呢，你在 OpenList 里面找到那部视频，然后右键复制链接发给你的朋友，他不需要下载任何的 APP， 不需要输入任何提取码，他点开那个链接，直接就可以在浏览器里面高清播放了哈，秒加载，没有广告，没有限速，哪怕他根本没有各种云盘的账号，他也能够畅快的看完。他甚至还会问你哈，你搞的这个是什么名堂呢？你只需要轻轻的一笑，深藏功与名。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哈，你的这个视频文件其实还是存在阿里云盘里面的，只不过是用你的 OpenList 做了一个完美的网络跳板，彻底隐藏了真实的位置。到了这里，心思比较密的人可能就会问一个问题哈，那么你在这里挂了这么多的网盘，发链接给别人看的同时，万一有人知道了你的这个 OpenList 的网址，那么他是不是可以把你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部都给看光呢？问得非常的好哈。这就引出了 OpenList 的另一个功能，目录加密。回到 OpenList 的管理后台，在左边菜单找到原信息这个东西，然后点进去哈。这个功能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用来给特定的文件夹上锁的。路径选择你想锁起来的文件夹，然后你在下面设置一个密码，然后点击保存。现在你退出后台，去首页点那个文件夹，没有密码，谁都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利用这个功能，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把一部分文件夹加密啊，作为自己的隐私库；另一部分文件夹呢，作为公开的，那么作为资源分享库。很多在网上做自媒体、做资源分享这样的博主啊，他就是在靠这个功能赚钱的哈。他们把什么干货呀、软件啦、高清电影呀，给它放在这个加密的文件夹里面，粉丝进了群啊，交了会才把密码给他们，一个低成本的专属资源站，它就这么诞生了。如果你准备把这个网站公开给几万人访问，那你还需要最后一道终极的防线。还记得我们最开始提到的 Cloudflare 没有？不要仅仅用那个爪云自带的公网地址去买一个便宜一点的域名，1年几块钱的那种就可以了，把它托管到 Cloudflare 上面去，然后给它添加一条记录指向你的那个爪云的地址。这一步有什么用呢？它可以隐藏你真实服务器的地址任何人想要访问你的云盘，都会先经过 Cloudflare 分布在全球的节点，不管你的朋友是在美国、日本还是在某个小县城Cloudflare 它就会就近的给它分配最快的节点。不仅如此，你还可以在后台免费开启它的微博应用防火墙，设置策略，哪怕有人想暴力破解你的后台，或者有恶意的爬虫想把你的流量给你刷爆Cloudflare 这头恶犬都会在他们碰到你的服务器之前，直接把他们给咬死。好了，这期内容就先到这里了哈。如果这点时间呢，让你成功的建立了你自己的私人云盘，或者哪怕只让你学到了一点东西，那么就不要犹豫了哈，立刻点击订阅，还有点个赞嘛，谢谢大家。有什么报错、搞不懂的地方，可以来评论区留下你的问题哈，我们下期接着再讲。